反了，全反了！你没有听错，韦伯望远镜最近的发现正颠覆我们以为的宇宙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新发现。长久以来，科学界对宇宙诞生与演化有一套公认的剧本。我们相信宇宙源自一场大爆炸，从极小极热的一点急速膨胀开来。大爆炸后约38万年，宇宙温度降低，光子第一次可以自由穿行，留下了今天可观测的宇宙微波背景。此后，宇宙进入数亿年的黑暗时期，没有任何恒星发光。理论推测，要等到大爆炸后1-2亿年左右，第一批恒星才会点亮黑暗，结束漫长的宇宙黎明前夜。最初的恒星集结成小小的星系胚胎，经过漫长的合并成长，几十亿年后才终于演化出如银河系这样庞大壮丽的星系。而黑洞呢？我们一直以为只有当最早的恒星耗尽燃料，超新星爆炸后，黑洞才会作为恒星遗骸登上宇宙舞台。因此黑洞的出现时机理所当然地晚于恒星与星系的形成。这幅宇宙图景曾经被我们视作定论，写进教科书，让人深信不疑。然而韦伯太空望远镜 JWST 的观测结果正在动摇这套剧本的根基。值得一提的是，韦伯望远镜本身的问世也是一段充满挑战的传奇。它的研制从上世纪末开始筹划，历经经费超支和技术难关，几度差点被腰斩，直到2021年成功发射，才让所有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在离地球150万公里外的第二拉格朗日点，它需要自行展开一面足有网球场大小的多层遮阳伞和18片精密镜片，步步都不容有失。所幸韦伯的部署一切顺利，他成功变形展翅并开启双眼，状态甚至比预期还要出色。科学家们发现韦伯的观测性能超乎想象，能探测的暗弱星光比原本估计的还要更暗淡，分辨率也令人惊艳。可以说，这次宇宙观的再洗牌有一半功劳要归于这台伟大仪器的卓越表现。韦伯望远镜被昵称为人类的黄金之眼，因为它的主镜附有一层金箔，六角形蜂巢般的镜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无与伦比的红外线视力，仿佛一双能洞穿尘埃与历史的金色瞳孔。2022年年中，韦伯正式投入观测后，天文学家便屏息期待它能捕捉到宇宙黎明时期最微弱的星光，让我们一睹第一代恒星和原始星系的真容。然而当韦伯在2022年7月首次发布全彩深空影像时，天文学家们的下巴差点掉下来。照片中闪烁的不只是预期中的点点微光，还布满了许多让人不敢置信的亮红色斑点。那些红得发紫的小光斑散布在宇宙深处，意味着它们极为遥远。由于宇宙膨胀，遥远天体发出的光波长被大幅拉长变红。换言之，韦伯一眼望穿时空，看到了宇宙年仅几亿岁时就已存在的一批明亮天体。科学界原本以为要在宇宙100万岁的幼儿期找高个子是缘木求鱼，没想到韦伯却揭示，宇宙的幼儿园里早就有半大少年在蹦跳了。事实上，自韦伯上线以来，不到2年时间内，他就一次次刷新最遥远星系的观测记录。目前人类已知的最远星系出现在大爆炸后约 2.8 亿年，这道跨越了130亿年才抵达地球的微光，宛如一扇时光之窗，让我们得以偷窥宇宙黎明时的真实景象。而更让科学家震撼的是，通过这扇窗，他们看到的并非想象中孤寂幽暗的星宇，而是繁星点点，甚至出现了几座意料之外的灿烂宇宙城市。通过这扇时光之窗，韦伯仿佛带领我们亲眼目睹宇宙黎明的景象。朦胧的轻雾弥漫之中，第一批恒星正成群结队，地点亮黑暗，组成了一些年纪尚幼却光芒四射的星系雏形，将四周原始的气体云映照得通明。我们本以为这幅黎明画卷应该相当暗淡寂寥，孰料韦伯所见竟如此璀璨丰富。在韦伯首批深长影像释出后短短几周内，科学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国团队纷纷报告发现了许多超高红移星系的候选体。有的星系所发出的光来自大爆炸后不到3亿年，甚至一度有论文声称捕捉到距大爆炸仅2亿年的星系。
虽然这些最极端的候选者后续在光谱确认中有的被推翻或修正，但确定下来的远古星系数量之多、亮度之高，已经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哈勃太空望远镜用了20多年，才在极深场中找到寥寥数个红移约10左右的星系，而韦伯短短几个月内发现的红移超过11的星系便多达数十个，将我们对宇宙黎明的视野一下子推前了一大步。有统计发现，韦伯观测到的高红移星系数量密度比标准模型预期高出至少10倍，显示我们可能严重低估了早期结构形成的效率。2023年初，一项研究报告了韦伯发现的6个超乎常理的巨型星系，这立刻在天文圈引发轰动。这6个星系存在于大爆炸后5亿至7亿年间，却拥有与成熟星系相媲美的庞大质量和亮度，而且一下子就冒出6个。按理说，宇宙刚出生没多久，星系不应该长得这么大、这么亮，这与我们9×9的理论模型计算结果都相冲突。其中有一个星系的恒星总质量估计高达约1000亿个太阳，质量几乎相当于银河系质量的一半，而它形成时宇宙年龄还不到6亿年。面对这些远古庞然巨物，难怪媒体惊呼，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星系。参与研究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天文学者乔尔莱亚感叹，他们原本预期看到的是微小年幼的星系雏形，没想到韦伯展示的却是一群成熟的离谱的庞然巨物。一开始，就连科研团队自己都怀疑是不是数据出错，他们反复检验观测和分析流程，试图找出任何可能的误差，却始终无法推翻这个惊人结果。就这样，宇宙幼儿园出现肌肉猛男的现实摆在眼前，搞得理论专家们一时语塞，因为按照旧理论，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要知道，按照我们之前的宇宙成长剧本，这无疑相当于物理定律被颠覆了。有人甚至抛出难道物理学不存在了吗的戏谑之问，以此来形容理论受创之深。究竟是我们的理论出错了，还是这些天体另有玄机？面对韦伯抛出的谜题，科学家们绞尽脑汁，试图找出合理的解释。一种可能性是，韦伯望远镜捕捉到的某些亮斑其实并非完整的星系，而是被浓厚尘埃遮掩的超大质量黑洞发出的光，也就是早期的类星体。类星体中心的黑洞吸集炙热气体盘发光，极为明亮，远看可能掩盖其母星系的存在。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或许高估了那些天体的星光。然而即便这样，根据韦伯数据推算，其中蕴含的恒星总质量仍然高得离谱，足足比传统模型预测高出1-2个数量级。换言之，就算那些光点有部分亮度来自黑洞吞噬气体的高能辐射，周围也得聚集着极其庞大的恒星群提供燃料，否则黑洞本身也无法如此迅速长大。这依然很难用现有理论轻松解释。另一种大胆想法则跳出了常规框架，认为宇宙黎明时期可能存在我们以前只在理论中幻想过的怪物级天体，比如所谓的暗星 Dark Star， 一种假想由暗物质供能的超巨型恒星。科学家推测，如果暗物质粒子在恒星核心发生湮灭反应，释放出的庞大能量可使一颗恒星膨胀到难以置信的尺寸，质量可能达到数万倍太阳，亮度极其惊人且寿命长久。假如宇宙初期曾经出现过暗星，它的辐射强度足以让我们误以为看到了成熟的大星系。又或者还有一种疯狂假设提出存在所谓黑洞星，指的是一种内藏黑洞的超巨恒星星体中心的小黑洞，不断吞噬周围气体并释放能量，使整颗星异常明亮庞大。如果韦伯无意间捕捉到这类前所未见的天体，那眼前这些难以理解的亮点也许就不那么不可理喻了。尽管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眼下韦伯的数据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开始严肃考虑那些曾被视为天方夜谭的可能性。正所谓，当不可能的选项都被排除后，剩下那个看似不可能的答案也许就是真相。值得一提的是，天文学家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目标，就是找到宇宙中第一代恒星存在过的蛛丝马迹。按照理论，这些第一批恒星只由氢和氦构成，被称为第三族恒星。由于缺乏重元素，
第三族恒星预计会比现代恒星大得多，亮得多，寿命却极短暂，最后以猛烈的超新星爆炸结束生命，把合成出的第一批重元素散播到星际空间。长久以来，天文学界始终未能直接观测到第三族恒星的踪迹，因为它们寿命太短，且距今实在太过遥远。韦伯望远镜原本承载着这样的希望透过它敏锐的红外眼睛捕捉第三族恒星生命尾声的特殊辐射光谱，以间接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谁知在寻找第一代恒星的过程中，韦伯却先一步发现了另一件惊人讯息：重元素早就存在了。2024年，科学家透过韦伯并结合智利的奥马次毫米波阵列，在一个超级遥远的星系中直接侦测到了氧元素的踪迹。这个星系名为 Jadesys 140，是目前已知距离最远的星系之一。它距离地球约134亿光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见的是它在宇宙年龄不到3亿岁时发出的光，大约相当于现今宇宙年龄的 2%。可就在那样幼年的阶段，这个星系里竟然已经出现了氧。要知道，氢和氦是大爆炸后充斥宇宙的原始元素，而像氧碳这样的重元素只能在恒星内部经由核融合或超新星爆炸锻造产生。换句话说，在宇宙诞生短短几亿年内，这个星系里必定已经经历过至少一代恒星的诞生与死亡，把它们锻造出的氧元素抛洒进了星际空间。如此成熟的化学风度，连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都瞠目结舌，直呼比预期成熟太多了。这情形好比在远古的石器时代遗址中挖出了一块精密的金属器具，代表当时已掌握了远超想象的冶炼技术，怎能不令人震惊呢？它逼得科学家们重新思考宇宙最初几亿年的恒星形成和演化究竟有多快。我们过去以为从氢气云孕育出第一批恒星需要漫长的酝酿，而要累积出可观的重元素含量，更得经历多代恒星的接力。但现在看来，宇宙好像按了快进键，第一代恒星或许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大批诞生，又迅速陨落。少数巨星用几百万年就完成了我们以为要上亿年才能达成的任务，让早期星系在短时间内就赶上了进度，仿佛宇宙黎明时分上演了一场烟火盛宴，在短短时间里便完成了原本需要漫长岁月的化学进化。针对这种超高速的星系成熟，不少科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恒星形成的假设。他们推测，宇宙初期的恒星诞生机制或许与现今不同，第一代恒星的初始质量分布可能偏向大质量端。换句话说，那时诞生了许多巨无霸恒星，这些巨星极为明亮，却寿命短暂，往往数百万年内便以超新星结束生命，把大量重元素抛洒进星系，同时释放出强劲的紫外线辐射。不需要经历多代演化，少数巨星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我们以为要上亿年才能达成的任务。于是早期星系得以超速成熟，也因为如此，充斥宇宙空间的中性氢也更早地被这些新生巨星的辐射重新电离。科学家正利用韦伯观测到的远方星系紫外亮度，重新估计宇宙完成再电离，整片宇宙轻物被照亮变透明的时间点。韦伯的发现暗示，这一转折应该发生的比原先以为的更早。值得注意的是，韦伯还观察到一些早期星系的形态比预期更为成熟，有的星系显示出盘旋的盘面结构或明显的中央凸起，仿佛已经拥有稳定的盘状或椭圆状外形，当中可能已存在一批年老的恒星族群。星系在形成后不到10亿年内就长成如此井然有序，让天文学家惊叹不已。这进一步证明，我们对星系演化速度的低估确实相当严重。接二连三的观测证据都在传递一个清晰讯息：宇宙早期的恒星与星系成长之迅猛，远超我们原先的想象。那问题出在哪里呢？现在不少研究者开始将矛头指向描述宇宙的理论本身。长年以来，宇宙学界奉行的主流模型是所谓 LCDM 标准模型，也就是包含宇宙学常数 LAOS 和冷暗物质的宇宙框架。在这个模型中，暗物质扮演着星系形成的无形推手，它在宇宙中构筑出一个又一个隐形的引力井，慢慢将气体云拉拢聚集，逐渐诞生出第一批星系。
我们原以为这个过程相当缓慢，需要足够时间酝酿。星系被认为是由小长大的自下而上模式合并成长，也就是星系雏形通过引力聚合逐步组成较大的系统。然而现在韦伯所看到的这些超乎预期的大质量星系几乎是提前报道的维和存在，让标准模型有点招架不住。如果在那么年轻的宇宙里就涌现大量庞大星系，那暗物质理论可能需要一些新设定才能解释。例如，暗物质在早期宇宙中的作用或许比我们想的更强，能更快地拉拢物质成团，或者我们低估了气体云快速坍缩形成恒星的效率，再或者宇宙初始条件本身就和假设的不太一样，存在某种我们尚未纳入考量的物理因素。更激进的声音甚至主张标准模型可能需要修正，暗物质的性质未必如我们一直假定的那样温和迟缓，也许存在尚未发现的新粒子或新作用力在影响早期结构的形成。简而言之，如果现有模型无法囊括韦伯发现的种种意象，那就暗示着存在新物理，我们需要开拓全新的理论来包容它们。不管最终结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宇宙从大爆炸到星系诞生的成长蓝图势必要因韦伯的发现而重新绘制。宇宙学家们如今仿佛站在一幅巨大的拼图板前，韦伯交到他们手上的新碎片无法拼入旧图案，只得开始重新思考整体图像可能长什么模样。然而故事还没完，就在科学家们绷紧神经，试图调整改良模型以安置那些过早长大的星系时，韦伯望远镜又丢出了一颗超级震撼弹，而这次矛头直指黑洞的秘密。在此之前，我们深信黑洞的出现要晚于恒星，必须有恒星先演化并陨落，才能留下黑洞种子。但韦伯的最新观测显示，某些黑洞也许在宇宙还年幼时就凭空冒了出来。事实上，韦伯的相机已在多个超远方的小红点中见到了异常强烈的光芒，它们太红、太致密又太明亮。天文学家推断，唯有早期形成的超大质量黑洞才能解释这种特征。可黑洞一般被认为是从小慢慢长大，靠吞噬恒星和气体逐渐变胖。那么这些远古黑洞怎会在宇宙初期就胖成巨无霸？事实上，在韦伯上天之前，天文学家早就发现一些遥远的超大黑洞，让人百思不解。例如，地面望远镜曾探测到距今约130亿年的宇宙，红移约6重，存在明亮的类星体，其中心黑洞质量竟已达数十亿颗太阳。当时学界就对这些黑洞如何在宇宙幼年时期长到如此规模感到困惑，而韦伯的观测将这个问题又提前了数亿年，使其变得更加棘手。为了解答这个疑问，英国剑桥大学的团队锁定研究了其中一个代号为 QSO1 的小红点。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红点距今超过130亿年之遥，也就是宇宙年龄不到7亿岁的时候。经韦伯的光谱分析，科学家惊讶地发现，那里竟隐藏着一个质量约5000万颗太阳的黑洞。如此庞大的黑洞现身于如此早的时代，已经让人震惊。更诡异的是，围绕它的行头竟少得出奇，只能勉强辨识出一圈稀疏的气体云在旋转，缺乏我们熟悉的星系结构。不仅如此，研究团队发现那圈稀薄物质的化学组成近乎原始，几乎全是氢和氦，看不到由恒星锻造过的重元素痕迹。换句话说，这个超大质量黑洞仿佛光溜溜地裸露在原始宇宙当中，没有伴随一整座星系一起形成，也没有经历过恒星世代的喂养。这与我们本地宇宙的观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现今星系中，中央黑洞质量通常只占其母星系的1/1000左右，星系总是先孕育无数恒星后才发展出中心黑洞。然而在这遥远红点中，黑洞的质量反而超过了周围物质小型星系的总和。正如负责此项研究的麦奥利诺教授所说，这个黑洞几乎是赤裸的，它似乎在没有星系陪伴的情况下自行形成。如此劲爆的结果让研究者既兴奋又困惑，难道霍金等人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始祖黑洞真的存在？始祖黑洞指的是在大爆炸后极短时间内，可能不到1秒，局部区域因密度异常高而直接坍缩形成的一批黑洞。依照这个理论，黑洞不需要等恒星出现就能诞生，而且大小跨度极大，
从微如原子到大如千万太阳都有可能。它们如果真的诞生了，就会从宇宙最初便散布在时空结构中，日后周围的气体和尘埃或许正是依附在它们周围逐渐形成星系。一直以来，由于缺乏明确观测证据，始祖黑洞只是大胆假说，许多科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现在，韦伯的观测第一次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暗示，证明一颗庞大黑洞在宇宙黎明时几乎孑然一身地存在着，且周遭物质极少，这正符合始祖黑洞的预期特征。如果未来有更多证据证实这点，我们对宇宙历史的理解将被迫大幅改写，恐怕得把先有星系再有黑洞的剧本改写为先有黑洞再孕育星系的新版本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较温和的解释，或许这些远古黑洞是由庞大的气体云在没有形成恒星的情况下直接坍缩而成，省略了恒星诞生和超新星阶段，因此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超大质量黑洞。这种所谓直接坍缩黑洞的模型虽然不如始祖黑洞那般颠覆，但也属于理论推测，目前尚缺乏明确的观测证据。未来韦伯累积更多观测数据后，或许能帮助我们判断哪种机制在塑造早期黑洞的故事。韦伯带来的新谜团还不止于此。最近，研究人员对韦伯观测的260多个遥远星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现象：在这些宇宙深处的星系中，自转方向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明显的偏向性。具体来说，约2/3的星系呈顺时针方向旋转，只有约1/3是逆时针旋转。按道理，宇宙如果在最大尺度上没有特殊的方向偏好，那遥远星系的旋转方向应该是随机的，各占一半才对。然而韦伯的数据却显示出如此显著的不对称，仿佛宇宙整体上偏爱某个转动方向。这个怪异的发现再度挑战了宇宙学的一项基本假设，即各项同性原则。我们一直假定宇宙在最大尺度上是均匀而各项均匀的，没有整体旋转或方向性的偏向。然而现在证据似乎在说，不，宇宙从一开始就偷偷转了起来，而且方向还挺一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解释这背后的成因，科学家脑洞大开，提出了一个听来匪夷所思却又发人深省的解释。或许我们的宇宙本身就身处于另一个更大宇宙的旋转黑洞之中。换句话说，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更高层次宇宙里一颗旋转黑洞的内部，而那个母宇宙的黑洞本身在高速自转，所以我们的宇宙从诞生起就继承了这股旋转。听起来像天马行空的科幻小说吗？其实早在上世纪中叶，就有物理学家提出过黑洞里的宇宙这样大胆的假想。波兰理论物理学家尼科德姆·波普劳斯基等人论述过，当黑洞内部坍缩的物质达到极限密度时，就会产生如压缩弹簧极度压紧后猛然反弹般的能量，透过爱因斯坦罗森桥喷出，形成一个全新的迅速膨胀的宇宙。对那个新宇宙而言，这一刻就是它的大爆炸。如此，每个黑洞的内部都有可能是另一个婴儿宇宙的入口，只不过我们无法观测位于黑洞事件世界之后的世界。如今韦伯的观测给这种奇想添上了一笔引人联想的线索。如果我们的宇宙整体确实存在微弱但统一的旋转倾向，那正是宇宙从出生时就携带某种初始角动量的体现。这种解释虽然听起来疯狂，但却能将看似无关的几件怪事串在一起，不仅解释了星系旋转方向的不均衡，甚至还可能解释其他一些困扰科学界的谜题。例如，目前使用不同方法测得的宇宙膨胀速度哈勃常数存在差异，或许就是因为我们的时空几何受到旋转影响，导致观测值出现了微妙偏差。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切目前还只是大胆的猜想。要证实我们的宇宙是否真的被困在另一个更大宇宙的黑洞里，难度几乎等同于证明平行宇宙的存在。但即便不谈这疯狂理论，仅星系自转方向失衡的发现就足以让宇宙学家开始认真审视宇宙会不会在整体上自转这个以往被视作天经地义的问题了。巧合的是，此前科学家在研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 时，也发现过一些似乎违反各项同性的奇特迹象。
例如，有研究指出 CMB 大尺度温度起伏好像略微沿着某条轴线排列，这被戏称为宇宙邪恶轴。还有一片著名的 CMB 冷斑区域，温度明显低于预期。这些异常曾引发各种猜想，有人甚至怀疑那可能是我们的宇宙与另一个平行宇宙发生过相互作用的残留痕迹。不过由于证据有限，主流观点倾向认为那只是统计上的巧合。然而如今韦伯揭示的星系自转不均衡，再度唤起了人们对宇宙整体各项异性的兴趣。或许随着后续更多观测的累积，我们终将弄清这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隐藏着更深层的物理原因。看到这里，不难发现，在短短几年内，韦伯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揭示了一连串颠覆三观的宇宙谜题。总的来说，韦伯的发现从4个层面挑战了我们过去的认知。第一，星系在宇宙的婴儿期就爆发式成长，远比预期快速。第二，重元素的孕育与传播在极早期就已经展开，化学演化大幅提前。第三，黑洞可能抢跑在星系之前于宇宙中现身。第四，整个宇宙或许自带一个我们先前未曾察觉的旋转偏好，每一项都让人怀疑人生，仿佛宇宙在对我们说，你过去笃信不疑的真相也许并不是真相。有人也许会担心，难道我们以往建立的宇宙学理论都崩溃了吗？大爆炸理论是不是被韦伯推翻了？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与其说全错了，不如说还不完整。宇宙大爆炸的框架依然稳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氢氦元素风度等多项证据都支持宇宙从高密高温状态起源并膨胀的故事。韦伯带来的是对这故事情节中诸多细节桥段的颠覆和补充，他让我们认清我们讲述宇宙历史的剧本还有许多情节需要补写和修正。曾有少数人夸大地宣称韦伯证伪了大爆炸论，但这是误解和曲解。大爆炸的序幕并未落下，只是舞台上的剧情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难懂了。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大框架下调整细节，增添新角色，而不是推倒舞台重来。值得庆幸的是，科学的自我修正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不断进行。韦伯发现的异常不仅没有让科学家们手足无措，反而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情。此刻，全球的天文学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有人提出新模型，试图在理论上包容这些超乎寻常的观测；有人夜以继日分析数据，寻找更多蛛丝马迹；有人调整望远镜的观测计划，专门针对那些关键天体进行深入追踪。就拿宇宙年龄这件事来说吧，已有科学家提出崭新的模型，试图将星系形成的节奏放慢几拍，让宇宙有更长的时间孕育早期星系。按照他们的计算，宇宙的年龄可以延长至约267亿年，将近现行估计的2倍。这虽是极具争议的假说，但也凸显了学界为消化韦伯数据而愿意突破既有框架的勇气。更多主流科学家则寄望以更新的观测来解决矛盾，例如，他们正设法为那些疑似超龄星系取得光谱，精确测定它们的距离、质量和化学成分，以确认它们是否真的如表面看来那样古老而庞大。如果发现它们其实没那么遥远，或本质是我们误解的其他天体，理论危机也许就能化解。再比如，针对黑洞与星系谁先谁后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像 QSO1 那样的案例来下定论。如果类似的裸黑洞只是个例，主流理论或许仍可高枕无忧，但若未来频频发现独立于星系之外的超大黑洞，那我们就真的得翻篇重写宇宙历史的章节了。此外，全球多项新一代观测计划也蓄势待发，将在不久的将来协助解开韦伯带来的谜团。比如，美国 NASA 预计于未来几年发射的罗曼太空望远镜将对高红移星系进行广域普查，提供更多统计性线索。欧洲的极大望远镜 ELT 和美国的30米望远镜 TMT 等地面巨眼则拥有更强的光谱分辨力，可以深入分析那些遥远天体的内部性质。可以预见，未来随着更多数据涌现和理论创新，我们终将厘清韦伯发现背后的真相。无论那意味着调整旧图纸，还是绘制一张全新蓝图，连一些诺贝尔奖级的大师都对此事发表了看法。比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资深宇宙学家皮布尔斯表示，
韦伯的发现虽然出人意料，但可能只需在现有理论框架内做出调整，无需推倒重来。也有哈佛大学的前卫学者勒布教授认为，也许该酝酿一次宇宙学的革命，引入全新的概念，才能解释这些现象。无论哪种观点最终胜出，可以肯定的是，围绕这些难题的激烈讨论势必极大地推动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往前迈进。有人打趣说，韦伯望远镜仿佛是一位宇宙黑客，他破解了时空密码，泄露了自然的天机，在他金色眼眸的注视下，宇宙的许多秘密再也藏不住了。如果把宇宙当成一场大型模拟游戏，韦伯的发现就好像让我们惊觉，某个隐形玩家在开局便输入了秘技，让宇宙跳关加速。第一关本该缓慢解锁星系诞生，却被调到了最高速度，短时间内涌现大量成熟星系。第二关还没正式开始，黑洞 BOSS 却提前登场。我们以为游戏地图是均匀平坦的，结果发现整张地图从一开始就在微微旋转。这种种出乎意料的剧情令我们目瞪口呆，直呼剧本全反了。然而冷静下来看，这或许正是一场更精彩冒险的序幕。回顾科学史，类似的戏码屡见不鲜。19世纪末，人们以为经典力学几乎解释了世间万物，但20世纪初，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诞生彻底颠覆了旧世界观。20世纪中叶，多数科学家相信宇宙是静止永恒的，直到大爆炸理论横空出世，我们才改变了想法。如今韦伯望远镜的发现，或许正处在这样一个旧范式崩解、新范式戴笠的转折点上。它提醒我们要对宇宙心存敬畏，因为真相往往比幻想更离奇。宇宙就像一部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每当我们自以为猜到了结局，作者总能抛出意想不到的转折。现在，我们正翻开故事的新章节，情节急转直下，惊奇接踵而至。身为读者的人类，对此既感到知识体系被颠覆的忐忑不安，又为亲身见证科学革命的来临而热血沸腾。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里，我们将继续在韦伯的指引下探索、辩论、修正理论，一遍又一遍。教科书会被改写，宇宙图谱会被重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程时，会由衷的感叹，2020年代中期，韦伯太空望远镜让人类真正认识到，曾经笃信不疑的那些真相，原来可能全都反了，全反了。